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订阅我的频道，读懂 K 线背后的秘密。今天是北京时间2022年11月11日晚间18点29分，在这里呢为大家解读比特币的行情。首先我们看一下外币市场道琼斯工业指数的表现啊，昨天晚间突然出现了一个 3.7% 的拉升动作，这个拉升动作呢让道指涨幅达到了1200点，1200点的上涨，它的上涨原因是怎么样的呢？我们认为是昨天美股公布了一个 CPI 指数啊，10月份 CPI 指数高于预期，引发了美股的上行动作。同时呢，这段时间美国加息预期的放缓动作，鸽派声音的不断产生，让美股产生了一个最终的一个周线级别对称性拉升动作。这在美股的运行历史上是非常罕见的对称性拉升。我们看到了这轮行情在周线级别上，美股出现了2轮半的周线级别下跌西游，从36952点啊一路下跌到29883点。2轮半周线级别下跌修之后，出现周线级别的反弹，周线级别反弹之后对称性周线级别下跌，周线级别下跌之后打到28614附近这个位置上，我们预期有一个4小时级别到日线级别拉升，然后在拉升过程当中啊，分别美国公布了这个非农数据啊，一个 CPI 数据啊，这2个利空消息让美股在底部位置形成了一个 W 型底，然后伴随拉升呢，美国出现了一个加息75个基点，加息75个基点之后，行情随即回打下来，站稳1690均线之后啊，美国又公布了一个加息减缓的预期，然后在昨天公布了一个10月份的 CPI 数据。你看整轮行情它一直是有一个消息面的利空利多的因素在干扰着 K 线运行，所以呢行情走到这里面，我们看到了一个突破啊波峰连线上轨的一个动作，但这里面这个位置的突破在周线级别上形成了一个周线级别的上涨西游。那今天是周五，那在下一周的行情当中，我们认为会存在 K 线西游战法当中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的一个预期。那么现在这个方向的预期呢，我认为是下跌的方向。为什么说是下跌方向呢？原因有2点啊。第一点呢，就是根据我们 K 线西游战法，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周线级别上涨西游之后，容易出现4小时级别到日线级别的下跌。那第二点呢，我们看到突破上涨轨道啊，突破这个下跌轨道之后，我认为这个位置上存在非常重要的压力。这层压力呢，是由震荡过程当中，周线震荡过程当中筹码密集区形成的。所以呢，在这个位置上，美股今天晚上到下周的一段时间，我认为它面临的压力重重，所以呢，回调下跌啊，可能性会非常巨大。同时呢，在行情走到这个位置的时候，我们看到了美股同比特币形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背离动作。啊，就是美股一直在反弹，一直在上涨，比特币一直在下跌。那么比特币在跌破19000美金到18500美金这个重要支撑位之后呢，行情到达了一个低点15588。那么行情在这里面会出现哪些动作呢？我们来到比特币的行情上。回顾一下比特币的日线 K 线啊，我们看到啊，比特币的这轮行情它的震荡过程是从3万点到17605这个低点之后啊，它形成了3次反弹。第一轮反弹呢，它的反弹幅度43%，第二轮反弹23%，第三轮反弹是最大幅度是18%。3轮反弹的运行过程当中，对3万点到17605构成了一个筹码的回补动作。3轮回补啊，完整的形成了一个收敛三角形。我们通过5月份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构成了当前行情当中这个收敛三角形。三角形过程当中形成了4次波谷，4次波谷位置大概是18500到19000美金。4次波谷之后，就形成了江恩的4次等位置波谷定律。等位置波谷定律就是一旦4次等位置波谷形成之后，行情容易出现一个新低。新低在15588，在最近几个交易日出现之后啊，在昨天走出了一轮反弹啊，它的急速下跌过程啊，我们看到最大跌幅已经超过了20%啊，已经达到了27%左右。27%的下跌之后啊，昨天发生了快速反弹，但在小时线上和4小时级别线上，我们还没有在行情当中看到能够形成一个结构。
我们知道行情只有形成不断的发生结构之后，才有可能发生进一步的变化。那么当前行情从15588反弹到高点，目前最大反弹是16%。那么在它的时间级别呢是小日线级别，我们看到了这轮行情的下跌时间级别是2轮4小时级别下跌构成的。2轮4小时级别下跌之后，一轮小日线的反弹，小日线的反弹到达高点18000美金之后目前仍然处在一个回调的过程当中。这样的回调呢会反复震荡最终呢它会构成一个反弹的收敛三角形。那么在这个收敛三角形当中，我们目前可以观察到的，可以画出来的是它的波峰连线。我们知道2点构成一条直线2点构成一条直线，但是我们这2点的取怎么样取呢？这2点一定是标志性的点位，一定是波峰的点位。同时呢，这2个点要照顾到行情震荡过程当中其他的点位。那我们波峰连线画出来了，波谷连线目前没有办法画出来。为什么说没有办法画出来呢？我们现在如果画出来当前时间的一个收敛三角形，我们发现它是一个非常大开口的收敛三角形。那么这样的收敛三角形呢，会有很多的变数，直到我们能画出波谷连线能涵盖更多的点位之后这个收敛三角才算稳定。那么当前行情当中这样的底边线的位置我们还画不出来，那这意味着比特币的调整还将会继续。同时我们刚才分析了美股的目前来看这个上涨趋势已到达尽头因为昨天的上涨幅非常巨大，达到了 37%这是一个极端的上涨。极端上涨之后，行情很容易出现一个调整，一旦比那个道指呢出现调整，比特币也一定会跟随调整。那么如果比特币最终调整下来之后，它一定会在小日线级别上形成最终的结构。那么行情未来的发展方向是怎样的呢？我们看到本轮行情它一共跌破了2个非常重要的支撑，这2个支撑呢是从牛市开始就一直存在的。第一个支撑呢是在33000点，33000点这个位置上形成了波谷连线。波谷连线形成了4次波谷之后呢，发生了跌破之后，黄色线这里面我们看到18500到19000美金这个位置上形成了一个重要支撑。这个支撑呢是多头最后的信仰，在本轮行情当中，很多人都会对18500抱有非常多的信仰，所以呢我们看到18500这个位置上一旦到达，它有非常巨大的成交量出现。多次在这里面爆量之后，行情出现下跌，这个杀招呢让很多多头全部爆仓当然了，我们也看到了在震荡过程当中18500确实构成了阶段性的底部，然后它伴随18%的反弹之后反弹的过程爆空之后，然后暴跌之后呢，多头全数杀进之后又开始大幅度的反弹。那这个反弹动作这一轮行情的反弹动作主要是空头平仓之后产生了一定的多头效应产生了反弹那么行情走到这里变数就非常多。我们刚才提了一嘴就是它的结构出现了一定的不稳定性。不稳定性在哪儿呢？波峰连线我们能找着了，波谷连线找不到的情况下，耐心等待它形成新的结构。那这个结构呢，我们认为它会逐渐的在小日线上对19000美金到15588这里的缺口进行回补。那么目前第一次回补基本上结束了，我们要观察它第2次回补、第3次回补，最终形成的这个收敛三角形结构。这个收敛三角形我认为是短暂的美股和比特币最终要形成一个契合的同步的方向那这个同步的方向呢我认为是下跌方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目前来看美股是上涨趋势接近尾声，但是比特币呢一直处在一个下跌趋势。比特币在当前时间的反弹时间级别仅仅是小日线级别，那么美股的上涨时间级别已经形成周线级别。那如果美股在接下来的行情当中走出日线级别的调整，日线级别的下跌，一定会带动比特币
走出4小时级别到小日线级别的下跌过程就是它的这个时间级别是错位的美股的上涨，它的反弹是周线级别的，反弹周线级别反弹会伴随我们 K 线吸收战法当中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之后的日线到4小时级别下跌，那么这个下跌过程会带动比特币的下跌，它们总有一些是同步的。我认为在下跌的方向上，比特币目前是跟随的也就是比特币引导了下跌的过程比特币是领跌的相对于美股是领跌的。所以呢，在接下来的行情当中非常多的震荡会在这里产生，但是我们要注意的一点是把握趋势的力量。那什么是趋势的力量呢？我们在前面2个月的行情分析当中一致的给出下跌趋势是目前的主要方向。这个主要方向呢，我们看到144日均线和169日均线一直处在下跌趋势当中，虽然在这个位置上看到有走缓的迹象，但是这个走缓的迹象是假象你离近了看是逐渐走缓，但是你远看的话，它的方向一直呢是在下跌趋势所以呢，当前的反弹，当前的多头方向的表现仅仅是空头发力之后平仓带动让它进行的反弹，它是一个回补动作。回补动作经过3到4次之后一定会衰竭，同上面行情一样它会出现一个分形结构。前面行情当中我们看到日线级别上4次波谷之后发生跌落，那么在当前的行情当中，行情已经走出了一个下跌的趋势之后它的回补动作呢，由日线级别我认为调整到4小时级别到小线级别，那么它的调整速度，它的盘整速度，它的回补速度会加快对19000美金到15588低点的一个回补。3到4次回补动作之后我们同样会在这里面看到小日线级别到4小时线级别形成4次的等位置波谷。这个等位置波谷一旦形成再次的拓展性的训练就开始了。什么是拓展性训练呢？一次你在这个位置上看到底部，2次你又看到底部，3次你进不进场？进场冲进场然后在这个位置上抄底，让你获利之后，第4次再次到达这个底部之后，所有的多头在这里面抄底之后有幻想这里面会出现反弹，然后行情就死给你看斩杀所有的抄底的后悔没有抄底的这些筹码你追进去了，让你得一点肉吃，然后杀下来之后不给你希望，直接让你绝望为什么呢？因为你已经经过了这4次训练了。前面的日线级别上，我们看到日线级别上你已经经历了4次训练之后，4次拓展性训练，因为这个位置一定是可以抄底的位置，随即斩杀。那么当前行情只是一个时间级别缩小之后的一个结构所以呢，目前来看，很多人对多头拍板幻想，特别是今天有些山寨币出现一个短暂的暴拉之后很多人会认为比特币也同样会跟随，最终呢，比特币重启牛市，因为15588这个位置很低了很多人会觉得。但是我们给出了一个比特币的低点，它要在12月出现是10500目前还有5000多点利润等待我们空单，等待我们空头去发掘我一直坚信当前行情仍然是在一个空头的时间点，12月份会出现一个低点，正如我们前面行情在11月15号之前会出现一个反弹的高点我们最终的这个高点出现在11月5号，我们差10天但是无所谓我们已经在11月底开始布局这个空单了因为我们看到见顶的反弹见顶的信号已经出现了它不断的上涨反弹，上方压力重重我们看到了169日均线，看到了5月份波峰连线形成了一个压力位这2重压力位不容易突破，你慢慢搞空单就好了所以呢，我们在10月底11月初不断反复的，我自己都说烦了给出了一个这样的一个位置去进场空单。最后呢，我们在获利颇丰的情况下看到了反弹，但是我们还有一定的仓位。那么现在你要入场怎么办呢？时间级别就要加快了，
因为它的下跌速度是加快的，它不可能在一个结构上反复停留，反复按一个时间去做啊。就像我们生活当中的冰、水啊，冰是固态，水是液态，然后还有水蒸气。那水蒸气再往上一个层段啊，叫电离态啊，叫电离态。比特币同样有这种特征啊，急跌缓跌啊，这种速度它不断的加快，时间级别不断加快。然后我们就看到了，我分析出来了小日线、4小时、周线级别、日线级别，正是属于这种不同的时间级别，就代表了不同的状态。那么现在我们观察的时间级别主要是小日线级别，小日线级别一旦在这里面形成4次等位置波谷之后啊，行情还是要有这种急速的下跌过程，还是要有急速的下跌过程。因为我们看到啊，盐是从哪儿甜的，盐是从哪儿咸的，糖是从哪儿甜的啊，不好意思，在最近几个交易日它已经给出了这样的案例，急速的下跌。那么接下来的行情啊，更加快的下跌，更加速的下跌很快会发生。日线级别上，我们看到悟空阴线、八节阴线走出来之后，下方会有唐僧阴线和沙僧阴线啊，这两个阴线出现之后，日线级别下跌啊之后呢，我们给出的一个策略就是日线级别下跌会生长成周线级别的下跌，最终到达我们这轮行情的目标点位啊。这个目标点位我认为12月底啊很快就会出现啊，10500很快就会出现。同时呢，它也是一个现货抄底的一个位置。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看现在的这个结构啊，这个结构当中它是一个日线结构，这个结构如果你在这里这个区间上购买到这个仓位1，那么下方是一个你补仓的结构啊，仓位2的这个位置上是你补仓的结构。那么这样的下跌呢，会形成一个区域，会形成一个底部的区域。那么我们正在进入这个黄金的底部区域啊，底部区域是在10500附近，这个位置呢才是你现货真正买入的可以 all in 的一个时间点。那么当前时间熊市还没有走完，下跌过程还没有走完啊，这个下跌呢会形成加速。我们看到了，刚才提到的是一个小时线啊，形成4次波谷之后下跌的一个过程。那么在日线级别上呢，它会形成什么样的动作呢？会形成一个真正的下跌收敛动作。下跌收敛动作啊，最终呢完成这次日线级别加速的下跌。那么我们耐心等待我们给出的点位10500。那么我们直接说以太坊对 USDT 的交易对啊，这个结构我新画出来一个图啊，5月份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构成了目前形成的收敛三角形啊。那么这一轮的下跌是怎么构成的呢？我们看到啊，横盘震荡突破了波峰连线，形成了弧形顶。突破之后横盘震荡形成突破之后，它突破了3重压力位。第一重压力位呢是5月份波峰连线，第二重压力位144均线第三重压力位169均线。突破之后，我们连接这个波谷4877点形成的波谷，连接之后在1700美金看到了一个重要的压力。那这个压力我们画出来这个压力没有完全站上去，随即打下来，最终呢重新又回到了这个大型的黄色线和白色线形成的收敛三角形当中。那么我们当前行情遇到什么情况呢？接近了近焦点。我们知道近焦点的位置是发生变盘的位置，也就是这个焦点中心附近的这个位置是发生变盘的位置。那么随着以太坊的震荡目前的筹码中心呢主要是围绕1300点做运动这里面形成了一个筹码高度集中的一个位置筹码集中之后，在接近变盘的附近这个区间会有一定的动作。这个动作呢，我认为在熊市当中主要是以下跌为主导的动作。那么行情在这个里面，我们同样看到了4次波谷。那这4次波谷是怎么样形成的呢？我们认为878点878点这个位置形成之后连续的震荡，它形成第一个波谷梯队第一个波谷梯队。那第二个波谷呢，在这个位置上在大概是9月23日这里9月23日这里，完了紧接着这是第3次波谷，第4次波谷这两个位置的波谷呢有点非常接近
啊，形成了一个平台，形成了一个矩形结构啊，我们可以把它当做一个眼镜啊，一个眼镜。第一次波谷呢形成的稍微复杂一些，那第二次波谷呢形成了一个眼镜形状，那么第二次波谷和第三次波谷形成了一个眼镜，第四次波谷呢在这里面，这到达这里面之后，行情还容易出现下跌，出现下跌结构之后，我们认为目标位是260美金。260美金是怎么来的呢？我们看到行情在这个位置上，周线级别8月8日这里面出现一个悟空阴线，然后是8件阴线组，周线级别的8件阴线组啊，紧接着的下跌会形成沙僧阴线和唐僧阴线，然后结合美罗熊市以太坊的跌幅都达到95%，结合这个啊，那以太坊的最低点是在260美金。那在山寨币这里面啊，我们认为还重点关注啊 FTT 啊这种就是消息面最近啊，特别是在今天利好特别多啊，孙宇晨要投几十个亿的美元去救 FTT， 然后何一也说了，币安没有在卖 FTT 啊，但是也没有在增持啊，消息频出啊，热点不断啊，你可以在这里面布局仓位。同时呢，我认为 People 这个代币啊，在今天出现了一个非常良好的表现啊，这个代币呢出现了一个快速拉升的一个极端行情，这个极端行情之后呢，很容易出现一个延续，但是我们这个时间点啊，突然上拉这个时间点一定要等待它回调啊，因为它是一个什么呢？放量的拉升，放量拉升证明多空存在非常大的争议，在这个争议过程结束之后啊，你才是一个好的进场时间点。什么时间这个争议会结束呢？它形成了一个横向的整理结构之后，你才可以去好的进场，快速的拉升，并且啊，在这里面前高附近形成了一个压力的这个位置上。这不是一个好的建仓的时间点啊，已经拉升上来了。当然了，我 VIP 群当中的学员有做多这个然后获利600%多的他的做法是怎么做的呢？我们看一下，他是做了一个15分钟级别的144和169，在这个均线系统里面，他看到了连续不断的回踩这个位置，所以呢，他在这个位置进场，最终呢得到了一个偶发性拉升带给的一个利润但是中途他跑了，他认为这个均线粘合了之后在这个行情当中他回踩了粘合了之后，认为这里面是一个出货的一个时间点当然了，后面还有一定的拉升，这个无所谓，因为风险随着它的拉升不断聚集。那么我们做行情一定要关注这种资金非常对它的关注度非常高在熊市过程当中对它的关注度非常高，资金一方面，消息面是一方面这个消息面的这个关注度高的还是 FTT 还有 Mask 狗狗币的这个序列。Mask 它有一个非常好的结构，我们看到了下跌收敛接近焦点的这个位置上发生反弹这个反弹呢是可以做的是可以做得到的下跌形成收敛三角形接近焦点的这个位置上发生了反弹是可以做的这个 Mask 很多时候它会走这种非常标准的结构特别是在它前面的拉升过程当中往往形成这个收敛三角形之后就出现拉升所以呢，它的很多结构是非常标准的，非常容易操作的你可以多多关注一下 Mask。那么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对我 K 线稀有战法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在淘宝网、当当网上购买我的这本同名书籍。同时，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关注，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的频道，加入我的 Telegram 群或者 VIP 群。感谢大家，再见。